华尔街神话级对冲基金态势感知啊 Situational Awareness 在天才创始人 Leopold 婚礼前夜被强制平仓，第二天市场反弹，这个戏剧化的程度真的是剧本都写不出来。那同时呢，这样的大鱼被肢解装盘，往往也是市场变奏结束的休止符之一。同样的故事不断的在上演，以最跌宕的方式阐述着风险和收益的残酷现实。今天给大家说一说故事的主人公 Leopold， 2001年出生于德国，16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与数学统计学，19岁以全校第1名毕业。毕业之后直接加入 OpenAI， 进入了山姆奥特曼最看重的超级对齐团队，研究如何让超越人类智慧的 AI 保持可控。24年4月的时候，他被 OpenAI 以泄密为由解雇了。随后他用3个月的时间写出了那一篇让他名震硅谷的165页长文《态势感知》。这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 AI 发展的核心判断：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会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而最先受益的不是应用层，而是算力基础设施、芯片、存储、数据中心和能源。那这篇长文呢，在硅谷和华尔街引发了剧烈的震动，因为其清晰透彻的产业理解和对核心数据的掌控，使得各路硅谷大佬纷纷成为了他的天使投资人。2024年9月，也就是被解雇5个月之后，对冲基金态势感知成立，初始资金就是2.25亿美元，员工只有8个人。接下来10个月就是Leo的封神时间，半年时间净回报率干到了439%，管理规模巅峰时期直逼200亿美元。在这7月的最后一周到来之前，他拿的完全是一本爽文男主的剧本。然而呢，就在他马上要举行婚礼的前夜，3家华尔街顶级投行直接把追加保证金的通知拍在了他的脸上。短短48小时之内，他手里所有的公开市场的仓位被强制平仓，然后以极其屈辱的折扣价打包卖给了城堡投资。前一天还是被各路资本追捧的 AI 预言家，一夜之间就干成了这一轮科技牛市里最戏剧性的一个注脚。他留下来的那160亿美元的带血的筹码，直接就端上桌，成了华尔街老狐狸们餐桌上最新鲜的一顿大餐。本来是爽文逆袭飞升的男主角，怎么就在婚礼前一下子变成了资本老炮们的盘中餐的呢？其实这就是资本永远玩弄人性的一个特点。产业是有逻辑的，而资本市场其实大多数时候它都是情绪。胜利1次，很多玩家就觉得下次还可以，那胜利10次的玩家就相信自己已经封神，直到盲目自信的幻觉破裂。没错，天才如 Leo 也是这样的一个狗血剧情。他拿着大佬塞给他的那几个亿的本金，上了4倍的杠杆，重仓压住海力士、美光这些硬件基础设施，同时反手做空传统软件公司。这套多硬空软的策略，在今年上半年那就是神挡杀神。那把基金规模呢迅速就膨胀到了200亿美元。华尔街那帮人最擅长的就是造神，各种新世纪的索罗斯的帽子往他头上扣这小伙才25岁，那一定是飘到了极点非常自信。爆仓的前几天还在给投资人的信里说，现在是加仓的绝佳时机，欢迎大家在8月继续打钱。结果后来的7月大家就知道了，这次美股的科技回调，很多核心持仓1个月内腰斩的都有那市场风格在这个月出现了特别诡异的切换，硬件股在疯狂暴跌，而他做空的软件股却在逆势大涨，多头在亏钱，空头也在亏钱。这个就是华尔街最经典的保证金死亡螺旋。那净值缩水就会导致杠杆率被动拉高，那投行就要求补交保证金没钱就只能强制卖股票，卖出呢又砸崩了股价，进一步触发更多的强平。它4倍杠杆意味着你用1块钱本金借了3块钱，总共4块钱在牌桌上玩，只要你的持仓跌掉25%，你的本金就清零了。而提供资金的主经纪商为了保全自己的本金，根本不会给你亏到零的机会。跌到15%到20%的时候，催命的电话就已经打过来了。让他跌落神坛的从来都不是他对 AI 产业的判断错了，而是他那4倍的杠杆。很多人事后诸葛亮说他长期的逻辑没错，算力紧缺是事实但问题是，再完美的产业的长期逻辑，在绝对的短期流动性危机面前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血洗市场的阶段，往往就是潜伏的真正的金融巨鳄张开血盆大口的阶段。这种100亿美元级别的多头面临崩盘，才是真正给这次这样的级别的波动画上句号的时刻。美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大通这3家主经纪商比谁都清楚，如果让这160亿的筹码直接砸向公开市场，不仅股价会跌得妈都不认识，他们借出去的钱也会变成坏账。于是一场非常隐秘的36小时紧急竞价就开始了。在这个系统里，巨大的价格波动就是巨大的利益转移的机会，最终吃到爽的是肯格里芬的城堡投资。
这次交易的过程啊，又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流动性收割。城堡以大概4-5折的价格啊，骨折价全盘接手了 Leo 的资产包，等于说用600多亿人民币的价格，硬生生吞下了1000多亿的筹码。而且最具戏剧性、最能体现这种资本定价威力的一幕，紧接着就发生了。7月30号，也就是联储宣布基准利率不变的这一天，随着城堡接盘的消息落定，市场确认最大的强平抛压已经消失，整个美股的 AI 板块迎来了残暴的报复性反弹。当天纳斯达克100指数直接暴涨了 3.36%啊，纳斯达克综合也大涨了 2.78%。这真的是前脚天才刚被抬出场外，后脚市场就精准见底反弹了。这个时间点卡的那简直是杀人还要诛心呢。Leo 才25岁，不得不说啊，爹不是最考验人的，失之交臂才是。那另一边呢，美国网友也有了新发现啊，城堡它不只是来救火的，它似乎还是那个放火的。有人梳理了时间线啊，说城堡的高管提前散布联储要意外加息的预期，制造市场恐慌，精准狙击了 Leo 的仓位，等把人逼爆仓了，低价接走了筹码，然后美联储按兵不动，市场大涨。那城堡两头通吃，客观的说，要坐实这样的阴谋论很难，但你不得不承认，城堡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掌控力，完美体现了华尔街老钱们对这套金融基础设施的绝对统御力。城堡它不仅是一家对冲基金，它还是美国最大的做市商，市场上的大部分订单流都要从它的管道里过，它能看到所有人的底牌。当 Leo 还在用技术信仰和宏观逻辑做投资的时候，城堡看到的是极其具象的流动性枯竭和杠杆的断裂点。老狐狸们其实完全认同天才对于 AI 长期的判断，他们只是在这个长期的趋势里，利用自己对规则和流动性的掌控能力，用5折的价格把天才的果子给摘了。这才是资本市场的真相。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变现、胜赔率可精益计算的这样的博弈的环境。资本市场它是一个完整的食物链，需要时刻的知道自己处在哪一个生态位，谁是自己的天敌。处在这个食物链最底端的是那些盲目相信赌一把就跑，不知对手盘为何物的散户，而处在中间层的就是像 Leo 这样的懂技术、有认知差，甚至还能引导产业叙事的专业选手。但是当他们以为凭借认知上的降维打击就能够在金融市场里呼风唤雨的时候，然后用极高的杠杆去变现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时候，金融市场的另一套生存规律就会发生显化。盈亏同源，巨大的收益背面就是等量的风险，而这风险不一定从哪里来。这种风险有的时候不是由产业的真实情况决定的，而是可以凭借资金、渠道、规则制造对人性的极限施压来实现的。Leo 就倒在这里。那些站在食物链顶端可以极限施压的老牌资本巨兽，并不需要精通大语言模型的底层架构，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儿，那就是市场上现在谁的杠杆最高，谁最脆弱，谁的倒下能够释放出最丰厚的血肉。Leopold 号称是 AI 预言家，他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可能比市场上 99% 的人都要准确，但判断正确和能在市场里把钱带走完全是2个维度的概念。你可以看对10年后的宏观趋势，但你绝对扛不过3周的去杠杆的波动。这种事情在华尔街的历史上那就是周期性的必然。几年前的这个 Archegos 爆仓的时候，也是高杠杆重仓中概股1天之内灰飞烟灭，被几家投行联手绞杀。华尔街收割新贵的手法是高度路径依赖的，几乎是每隔几年换一套叙事，换一批自命不凡的小天才而已。不管你是搞互联网的还是搞新能源的，现在轮到搞通用人工智能的，只要你加上了那个致命的杠杆，你就变成了套上车的骆驼祥子，最后都会变成华尔街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串数字。那事情到了最后最戏剧化也最让人感到唏嘘的还是那个婚礼。婚礼的前夜，一个25岁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准备第2天迎娶爱人的细节，只能跟一群冷酷无情的投行律师通话，然后在一份接一份的清盘文件上签字，看着自己1年多以来构建的一个100亿帝国烟消云散。第2天还要站在教堂里完成人生大事，市场再宣布你是对的，但你现在一无所有。这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也最极致的一场成人礼了。当然，作为曾经管理过200亿规模的天才，他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在私募市场里的投资和手里攥着的那些核心人脉，依然能让他过得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好。只要他愿意，可能还能随时拉起一支新的队伍东山再起。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觉得见过风浪的 Leo 是会承认自己的风控出了问题，还是会觉得这届市场不行，不够理性，是自己的运气不好，碰上了极端的流动性枯竭？下一次
他会更注重分散风险，还是会更笃定的加更高的杠杆去赌一个更大的趋势呢？这个答案不是他的，而是你的。要理解自己。金融市场是最容易给人以我是天选之子的错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尤其是取得了超长收益的时候，大多数人不会觉得我需要分散风险了，我执行了怎样的投资纪律，而是觉得就是我有眼光才凭实力得到的收益，然后就敢用杠杆去验证自己是天纵英才，然后的剧情其实就跟 Leo 大差不差了啊，基本都是殊途同归。资本世界里啊，比确认产业的未来更重要的知识是确认自己的对手，因为活得久才能真正的赚得多。大家听懂了吗？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